你是不是也常常这样？在某些时刻突然觉得，我还不够，我应该再更好一点。如果我能再努力一些，也许就更值得被爱。你看着别人的光芒，就怀疑自己的步伐是不是太慢。你听着外界的声音，就开始质疑自己的选择是不是太自私。你想要被认可，想要被理解，想要有人说一句你真的很棒，但你不敢开口要，因为你总觉得自己还没做到够好。你用力的努力，想在结果里证明自己。你压抑着情绪，想在稳定中赢得尊重。你忍着委屈，想在关系中换取一点点肯定。但你越做，心里越空。你开始怀疑，为什么我那么用力，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值得？亲爱的，你已足够值得，从来无需证明。你的存在就是价值本身，不是因为你成就了什么，也不是因为你符合了谁的期待，更不是因为你把自己变成了某种模样，而是因为你就是你。你有你的灵魂蓝图，你有你的节奏与光，你不需要透过任何表现来交换存在的资格。你之所以感到不够，不是因为你真的缺少什么，而是你在别人的标准里暂时迷失了自己的中心。你忘了回头看见那个曾经的自己，曾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放弃，曾在最黑暗的时刻仍选择相信，曾在最脆弱的阶段还愿意给人温柔。这些才是真正的力量。你不需要高分数、漂亮头衔、耀眼成果来证明你值得。你不需要成为谁的理想型、谁的骄傲、谁的榜样来换取爱。真正的爱从来不是建立在交换上，真正的值得也从来不需要条件。你不是因为做得多才变得重要，你是因为你是谁才重要。请你现在停下来，问问自己，如果我什么都不做，只是存在，我还能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吗？如果你的答案是迟疑的，那不是因为你没有价值，而是因为你太习惯把价值寄托在别人眼中，你太习惯用行为来定义自我，你太害怕不被需要就等于没意义。但请你深深相信，你被需要，不是因为你会做什么，而是因为你在。你真实、温暖、有感觉。你会哭、会笑、会痛、会想。你会在人群中默默发光，即使没人看见。这份存在的光是独一无二的，是你不用证明也永远存在的价值。你可以选择努力，但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值得，而是因为你喜欢创造，喜欢成长，喜欢表达。你可以追求更好，但不是因为你现在不好，而是因为你知道，你本来就值得拥有最美好的一切。当你不再试图透过做什么来证明自己，你会发现，内心开始安静，身体开始放松，能量开始流动，真正的丰盛也才会因此靠近你。宇宙从不问你做了什么，它只问你，你是否愿意回到真实的自己？你是否愿意承认，你现在这样就已经够好了？所以，请你对自己说，我不再试图证明什么，我只要记得，我一直都值得。让这句话成为你每天的起点，
不论今天顺不顺利，不论你完成多少，不论你面对多少评价、质疑与比较，你都能回来，回到这句话的中心。你已足够值得，从来无需证明。这就是你存在的力量，这就是你灵魂的真相，这就是你与宇宙最深的连结。你走在这条路上，心里其实早有一个方向，也许是梦想，也许是改变，也许是更靠近真实自己的某个渴望。你一边走，一边期待，但某个时刻，你开始迟疑，开始不确定，开始怀疑，你开始想，我真的做得到吗？这条路会不会太远？我是不是太天真了？你不敢对别人说，因为你怕被说软弱，怕被笑不够成熟。你甚至对自己也说不出口，因为你怕一承认，那份动力就会瞬间瓦解。但亲爱的，请你听进去这句话，怀疑是成长的门槛，不是终点。它不是叫你放弃，不是证明你错了，不是说你没能力，它只是提醒你，你正在走出舒适圈，你正在超越旧有的自我定义，你正在进入一个未知但更大的空间。怀疑会来，因为你正在突破。真正的突破从来不会让你感觉稳妥，它会让你不安，让你摇摆，让你内心掀起波澜，因为你的灵魂在扩张，你正在长出新的样子。如果你从来不怀疑，那代表你从来没走过超出过去经验的路。如果你总是笃定，那代表你只在已知的范围里打转。怀疑是成长的标志，是一种灵魂对真实渴望的摩擦，是一种与过去旧版本的自己告别前的痛感。请你记得，所有成长都会有疼痛，但那不是错误，而是进化。你越是愿意走过怀疑的河，越是能靠近真实的海。你不需要压抑那份怀疑，你只需要问他，你来是想提醒我什么？也许他只是想说，你正在走一条没人给你保证的路，但你不是孤单的。也许他只是想说，你其实比你想象的还要有力量，只是不习惯这么相信自己。你可以怀疑，但你也可以选择继续。你可以停下来休息，但请不要把停下误认为终点。你要知道，所有你向往的未来，不会因为你有怀疑就远离你，它只会在你每一次愿意穿越怀疑的勇气里，变得更真实。成长从来不是笔直的路，它是曲折的，是绕行的，是会回头检查自己内在是否真的稳固的。而怀疑正是那道门，他问你，你还想走下去吗？他邀请你，这次请带着更深的信任前进，不是对结果的信任，而是对自己的信任。相信你会撑过，相信你会找到，相信你会走出属于自己的节奏与风景。当你开始这么相信自己，你会发现怀疑不再可怕，它甚至成了你的导航，提醒你在哪里还有需要被照见的恐惧，在哪里还藏着尚未被认领的力量。你越是直视它，它就越是松动；你越是拥抱它，它就越是让你清晰；你越是不逃避它，
它就越是帮你成为更完整的自己。亲爱的，不要因为有怀疑就否定你的路，不要因为没把握就觉得不值得，不要因为感到脆弱就停在原地。你已经来到这里了，就代表你比你想象的更靠近答案。你只需要一点点勇气，再走一小步，再深呼吸一次，再对自己说一句：这是门槛，不是终点。当你走过去，你会发现，那个你以为挡住你的怀疑，其实是你迈向真实与自由的通道。请你不要停在门前太久，请你记得自己为什么开始，请你相信，每一次你选择穿越，你就离你想成为的自己更进一步。怀疑从来不该让你退后，它只是问你一句话：你准备好真正相信自己了吗？而当你说出是的那一刻，成长就真的开始了。你曾经想过多少次，到底怎么样才能真正不再怀疑自己？你试着更努力，更聪明，更成熟，更有条理。你不断调整，不断追赶，想成为一个足够好的人，一个不再被自己质疑，不再被他人否定的人。但怀疑还是回来了，它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悄悄出现，在你犯错的时候特别大声，在你没有达到期待时狠狠提醒你：看吧，你还是不够，你累了，你委屈，你怀疑自己是不是永远都摆脱不了这种声音。但亲爱的，那个声音不是敌人，它只是你内心还没被拥抱的部分，它只是你灵魂里一个长久以来渴望被爱的小孩。你不需要再变得更好来消除怀疑，你只需要做一件事：爱自己，真正地、彻底地、无条件地爱自己。爱自己，不是假装没事，不是催眠自己很棒，不是用正向语言去压过内在的声音。爱自己，是你在痛的时候不逃，在疑的时候不压抑，在累的时候愿意停下来陪自己呼吸。爱自己，是你不再用条件来衡量自己的价值，是你不再因为做不好就觉得不值得被爱，是你在最脆弱的时候还能对自己说：我在，我不走，我会陪你走过这一段。穿越怀疑，不靠证明，不靠完美，不靠别人的认同，它唯一的通道就是爱。你要学会，在怀疑自己的时候，不是在给自己一个责备，而是给自己一份理解；不是在逼自己快点想开，而是愿意停下来问问自己：这份怀疑是不是其实在提醒我，我正在改变？这份怀疑是不是其实是某个伤口在呼唤我看见它？你会发现，你怀疑的不是你做不到，而是你怕再一次相信自己，会再次失望。但亲爱的，真正能让你不再陷入怀疑的，不是别人对你的肯定，而是你自己给自己的信任。而那份信任，只有当你学会爱自己，才会慢慢长出来。你会开始知道，我就算有情绪，也还是值得；我就算有阴影，也还是完整；我就算今天没有表现得多好，我还是我，我依然是那个独一无二、灵魂纯粹的自己。这样的你，就不会再把怀疑当成威胁，而是当作转机。你会越来越稳，
不是因为你不再有怀疑，而是因为你学会了在怀疑中不离开自己。你变得强大，不是因为你总是正面积极，而是因为你开始温柔地与自己共处。爱自己不是结果，是你每天每一刻的选择。你可以选择在犯错时不苛责，你可以选择在低潮时不比较，你可以选择在困惑时不逃跑，你可以选择把手伸向自己，说一句我在这里，我懂你。这样的你已经开始走在疗愈的路上。请你相信，当你越能爱自己，你越能穿越那些怀疑的时刻，因为你不再怕它。你知道你有足够的爱可以接住它，而每一次你选择这样对待自己，你就在慢慢松开那些旧有的信念，那些说你不够好，不该这样，应该更努力的声音，会慢慢的没有那么大声了。你开始听见另一个声音，一个柔软的、温暖的、坚定的声音。我值得，因为我是我。我爱我，无论我在什么状态里。这就是自由的开始，这就是你真正走过怀疑，走进力量的起点。所以，亲爱的，别再问自己什么时候能不再怀疑。请你问，我今天有没有爱自己多一点？因为只有当你学会爱自己，你才会知道，那条穿越怀疑的路，原来一直都在你脚下，只是等你转身，走回自己心里。你总以为，怀疑是一种退后，是一种不够信任、没有信心的表现，是一种又失败了的征兆。你总是责怪自己，为什么走到这里了还是不够笃定？为什么经历了那么多还是会害怕？为什么都学了那么多法则，做了那么多练习，还是会在夜里感到迷惘？但你不知道，每一次你感到怀疑的时候，你其实正在靠近真正的力量。因为怀疑从来不是反方向的脚步，它是你灵魂在转化前的震动，是你准备打破过去限制的临界点，是你开始意识到，你不想再用旧的方式去过旧的生活了。怀疑是灵魂在问你，你准备好把信任放进自己身上了吗？你准备好不再只依赖外在肯定，而开始看见内在的力量了吗？如果你没有走出舒适圈，如果你没有试着活出更接近真实的自己，你不会怀疑，你也不会动摇，因为你不曾触碰到改变的边缘。所以，当你开始怀疑，别再说我是不是不够好，请你说我正在成长。因为只有走到门口的人，才会开始怀疑门里是什么。只有靠近突破的人，才会开始质疑自己有没有资格跨越。那不代表你不行，那只是代表你已经很接近真正的你。你会发现，每一次怀疑都会带你更深地回到内在，去面对你曾经逃避的脆弱，去拥抱你曾经压抑的渴望，去正视你不敢承认的真相。你越诚实地与自己对话，你越会发现，那些怀疑的底部，其实藏着你真正的力量。那是一种对真实的渴望，是一种不想再过表面生活的呐喊，是一种想要更自由、更完整、更有爱的心愿。所以你才会不安，才会质疑，因为你不再想将就，
你开始想要为自己活一次，这才是力量的起点，不是外表的强硬，不是逻辑的自洽，而是在混乱中依然愿意停下来聆听自己的心，在看不清的时候，还是选择相信那道内在的光。力量不是一瞬间的突破，而是一点一点的靠近，一次一次的穿越，一次一次在怀疑中，还是对自己伸出手。你不再要求自己不怀疑，你学会与怀疑同行，你开始懂得，那是灵魂在更新系统时的震荡，是旧的信念在崩塌前的最后防线，是内在能量正在重新排列的证明。所以你越是靠近自己的真实，就越可能经历怀疑，但那不会毁了你，那会重塑你，它会让你更深地看见自己的核心，更清楚地选择自己的方向，更勇敢地坚持自己的直觉。你会发现，怀疑不是来拆解你，而是来帮助你筛选出真正属于你的东西。它让你放下了不再适合的关系，让你看见了不再需要的期待，让你勇敢离开了那些耗尽你能量的框架，一步一步把你推向更接近灵魂的生命方式。亲爱的，请你不要害怕怀疑，那是你觉醒的信号，是你回家路上的指引。当你开始明白这一点，你会不再急着逃开、关掉、压抑那份不安。你会开始问他，你来是想带我去哪里？你会发现，每一次怀疑，都是一次重新选择自己的机会。当你选择爱自己而不是惩罚自己，当你选择相信直觉而不是迎合世界，当你选择站在自己这一边，哪怕还不确定方向，那份力量就会从你内在某处静静地长出来，不是轰轰烈烈的爆发，而是沉稳踏实的生根，让你站稳，让你更自由，让你不再惧怕波动，因为你知道，每一次怀疑都不是结束，而是邀请你进入更深的自己，更真实的自己，更有力量的自己。所以亲爱的，当下一次你又感到不确定时，请你记得，你不是退后了，你是靠近了，靠近那个一直在等你发现的真正的自己。你是不是也曾这样以为，只要你怀疑了、退缩了、动摇了，那些你努力吸引的祝福就会从你生命中悄悄溜走？你看着自己在低潮的时候无法保持正面，你责怪自己，是不是我又把一切搞砸了？是不是因为我不够信任，所以好事才不来？是不是宇宙会因为我不够稳定，就不再给我机会了？你开始恐惧自己的情绪，你开始对自己不稳定的念头感到羞愧，你越来越努力去保持高频，却也越来越觉得疲惫与焦虑。你把怀疑当成敌人，你把每一次情绪的波动都视为退步，你以为灵魂的祝福是一种只能在你完美状态时才能配得的礼物。但亲爱的，不是这样的。灵魂的祝福从来不是有条件的，它不会因为你有怀疑而离开，它不会因为你情绪低落就转身不见，它更不会因为你偶尔失去信念就取消对你的安排。因为那份祝福来自你灵魂的本源，它不是外界的奖励，而是你生命旅程的一部分。
就像太阳不会因为云遮住了就停止发光，宇宙也不会因为你暂时低频就停止爱你。你所有的情绪、怀疑、害怕与不安，都只是你在人世间的真实反应，不是罪过，不是阻碍，而是你灵魂在学习如何在人间带着不完美，依然选择走下去。真正的信任，不是永远没有怀疑，而是在怀疑之中，依然愿意不离开自己。真正的祝福，不是等你表现得够好才给你，而是它一直在你身边，即使你看不见，即使你不确定，它依然耐心等着你准备好接收它。你说你觉得自己配不上，但祝福说，我从不要求你完美。你说你状态不好，但灵魂说，我依然牵着你走。你说你怕自己太多怀疑，但宇宙说，我理解你，我从没离开。这样的你，才是真实的你，才是值得祝福的你。不是那个完美正向、时时高频、永不动摇的你，而是这个会跌倒、会怀疑、会痛，却依然选择走下去的你。那份选择，才是你最深的力量。祝福看见你每一次的诚实，祝福理解你每一滴泪水的重量，祝福不会因为你有负面想法就消失，它只是等待你在愿意重新打开心的那一刻，让它流进来。请你温柔地告诉自己，我现在状态不好也没关系，我有怀疑也没关系，我还在学习也没关系，因为灵魂的祝福不会因为我不完美就离开。当你真的相信这一点，你会开始放松，你不再为了维持正面而紧绷，你开始允许自己做真实的自己，你开始信任，爱是能接住一切的。你越是允许，越是打开，越能感受到那份一直都在的能量。它不是你努力交换来的，是你本来就拥有的。祝福的门从来不是锁着的，它只是需要你愿意回来自己这里，愿意说一句我值得，即使此刻还在怀疑。这句话会为你打开很多路，会为你松开很多结，会让你在最没把握的时候，依然能稳稳站在自己心里。亲爱的，请不要再用怀疑来惩罚自己。请你知道，你的灵魂从不怀疑你，只有你自己还不敢相信自己。而这份祝福，正在等你不再逃避，等你允许自己带着不完美，依然值得一切好事的降临。从今天起，让怀疑成为你靠近爱的路标，让低潮成为你打开心的机会，让不确定成为你对自己更深信任的转捩点。因为灵魂的祝福一直都在，它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一步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